说水里月，未曾如掌胸内，成败因仇恨爱，怎去篡改？从幻变的世代，既然难得你在，何是天地偏偏换我来？谁和谁推弓引箭？伏于翻海，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爱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任時歸去有來，漸漫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染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再回來。参见都督。参见都督。黄盖将军，不必行礼，要忍受皮肉之苦，难为你了。都督不必不安，其实都督应该更用力，多打我几棍。末将伤势越重，曹操这个奸贼才会越容易相信呢。好，曹操绝对不会想到周瑜打黄盖，原来是苦肉计。我们计谋的第二步，是要靠凤雏先生你了。都督放心，我向曹操投诚之事已经准备就绪。只要曹操接纳你，再加上黄盖将军的行动，赤壁大战，我们东吴必胜无疑。细作回报，原来周瑜打黄盖之事千真万确。如今黄盖派人送这封密函来，说他不甘受辱，要向我投诚，还说他是良官，时机成熟，便会带大批军粮来投，以表诚意。细作说，黄盖只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周瑜就打得黄盖皮开肉绽。黄盖是将军还是功臣，被周瑜这个黄口孺子当众羞辱，萌生去意，改投明主也不足为奇呀。但是如今我们跟东吴开战在即，黄盖突然倒戈，当中会不会有诈呢？文若，你认为呢？黄盖是真心投诚，还是另有所图，有待日后观察。但是他带粮草来投这一点，届时我们小心验收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就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东吴的粮草，此消彼长，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呀。一语中的。好，文若你就负责与黄盖联络，安排投诚之事。是，丞相。蒋干兄，凤雏先生，没人见你渡江来我们阵营吧？请放心，我做事一向很小心谨慎。你真的决定投诚？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因为周瑜打黄盖的事，你知道了？周瑜心胸狭窄，黄将军只不过跟他冲撞几句，周瑜就当众羞辱与毒打他。可见周瑜小人心窄，品性凶残。我跟黄将军当时也是同一阵线，周瑜绝对不会放过我。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。你也曾经被周瑜出卖利用，令曹丞相对你失去信心。我们也应该算是同一阵线了吧？周瑜已经是我们的敌人。你帮我引荐，我们一起对付周瑜，你又可以将功补过。我帮到你，你也可以帮到我，相得益彰，大家都有利。好，我就在丞相面前力荐你，静候佳音吧。
凤雏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的师尊是博学贯天的水镜先生，而他尽得水镜先生的真传，实属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水镜先生最擅长的是行军战略与阵法。荀军师说的不错，水镜先生最看重2个弟子，一就是诸葛亮，另外一个就是庞统。他曾经说过：“卧龙凤雏，二者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”此话我听闻过。至于投诚最为要紧。丞相无需担心，我已经查探过，庞统在东吴只是在一个小将军旗下当一个小谋士。如今他眼见同窗诸葛亮贵为刘备身边的首席军师，他实在心有不甘，有志难伸，所以希望加入丞相麾下，能够尽展所长，一鸣惊人。好，你这次办事细心得多，凡事调查清楚才可下判断。蒋干要不是有信心，不会力荐。文若，你认为呢？据我所知，庞统有抱负，志气远大，但是他不会甘心只当一个谋士。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对他而言合情合理。而且，丞相需要凤雏。为何？他与诸葛亮同出一源，卧龙懂得，凤雏也了解。刘备有卧龙，我曹操有凤雏，可以与之制衡，大大增加胜算。蒋干的推荐有功，我会奖赏你。谢丞相。丞相，先来一个黄盖投诚，很巧合，又来一个凤雏，当中会不会有诈？兵不厌诈，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。不知韩军师有何看法呢？在下认为凡事都要小心为上。为了事宜，不如让我先去试探一下庞统投诚的真伪。我会与司马谋士一起去，他最熟悉东吴的内部情形，可以看出端倪。这样也好。蒋干兄呢？你们干什么？曹丞相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接待投诚的人吗？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你假意投诚，另有所图。说，究竟有何居心？我真心来投诚。我与蒋干已经说得一清二楚，是周瑜冷待我。周瑜冷待你？云溪，你在东吴那边见过周瑜冷待他吗？我在东吴没见过庞统，我不知道周瑜有没有冷待。哦，你没见过，就是说他说的话不可当真。那云仙，周瑜冷待过你与诸葛亮吗？周瑜冷待过我们，他气量那么狭窄，只不过这么说，人人都被周瑜冷待了，可没见过其他人来投诚，也没见诸葛亮来投诚。庞统，你与诸葛亮都是水镜先生的学生。他最重视的是孔子之道，他经常教导你们做人最要紧忠诚，不能事二主。诸葛亮一直以来都忠心于刘备，而你也应该对孙权忠心不二。你居然不听尊师教诲，毅然来投诚，你根本并非真心，而是另有目的。我自问心清可比明月，根本无需向你交代。快带我去见丞相。曹丞相就是怀疑你，很容易便可释疑。我有一条必胜计策，有助曹丞相打败东吴。曹丞相只要听了，便不会对我质疑。个个来投诚，都说有必胜计策要献给丞相，而且你这个根本就是借口。说有必胜计策，现在说出来。见不到曹丞相，我不会说。一言不由衷，居心叵测。来人，在，打！是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想加害于我！继续打，打到他说真话为止。禀韩军师，庞统被打至不省人事，现在送去监牢了。好，等他醒了再打，打到他承认假意投诚、心怀不轨为止。领命。
韩军师啊，这么打法会打死人的。不要紧，丞相身边出谋献策的人多的是，无需多一个庞统。哦，原来你怕多个香炉多个鬼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不是怕庞统跟我争功，我有实力，我为何怕他？我为丞相担心。先有周瑜打黄盖，黄盖来投诚，现在又有周瑜冷落庞统，庞统又来投诚。我认为他们都是图谋不轨，要谋害丞相。万一打死庞统，丞相追究起来，你怎么交代啊？当然如实报告。是你说庞统非常可疑，我才严刑逼供啊！我不熟悉东吴的内部情形，要不是你这么说，我根本不会用刑。所以，要是庞统有何不测，丞相要责怪，这是云信你的责任呢。干杯！庞统真的可疑？云信认为他言辞闪烁，庞统交代他与周瑜的恩怨不尽不实，所以我将他收监，严刑逼供。我想去见见他，了解一下情况。他暂时嘴很硬，不过我有办法能令他说真话。荀军师不必操心，这件事我会向曹丞相交代。黄盖情况如何？已经派人带密函回复他。司马懿参见各位军师。司马懿，三国尽归司马懿，三国就是被这小子打垮的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仲达，这位是我们新加盟的谋士司马信，这位是司马懿，身居文学传之职。久仰，久仰。大家是同宗，真是分外亲切。仲达，你这么快从许都回来了？我已经找到大量藿香、姜和薄荷，这些对我们军队打水仗会有帮助。轻微的风浪不息可以防御，但是长江的潮水湍急，实际作用不大，只会浪费时间。就算是小作用，也有帮助。而且我已经在搜罗更多更有效的药材。韩军师，你有好的提议吗？我向丞相禀告。暂时没有。仲达呀，仲达，你身为文学传，本来只是负责拟写公告，如今连搜罗药材也需兼备，实在辛苦你了。战事在即，理应全民皆兵。我负责后援文书，能够帮助前线打仗是我的荣幸。司马谋士，你一直在看我，是不是感到我很眼熟？我们同姓，难道我们真的是同一家族？你是河内温县人，云县是冀州人，大家相距甚远，不必攀附。也不是，我曾经驻守冀州巨鹿，难道我们在当地见过？啊，没有，我没去过巨鹿。我听你说过你是冀州香港人。香港？我在冀州3年，从未听过。哦，很偏僻，没什么人知道哈。荀军师啊，是，我知道你爱喝酒，我请你喝酒。好好好好。荀军师呢，最喜欢喝邺城的烙酒。司马谋士，邺城是冀州的州府，是冀州人都去过，你一定也去过。去过。邺城春风楼的烙酒，全冀州首屈一指，你喝过没有？我知道春风楼是吧？我曾经路过，没有进去。我们还要商谈其他事，别闲话了。那么打扰了，仲达告辞。请。谢谢你，狱卒大哥。好的，有水，有菜肉包。韩良那么对你，真是不应该，我也阻止不了他。老实说，你是诸葛军师的同窗，我应该帮你。帮我见丞相。韩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说，为什么来投诚呢？我要向丞相献计。
必胜之策。你说来说去都是必胜之策，究竟是什么呀？你再不说，韩良再打你2棍，一命呜呼。你的遗言就是必胜之策4个字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庞董，喂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！来人，醒醒啊！出来，巡军师要见你。放手啊！先救人，救人呢，救人！2位大哥，什么事啊？啊？喂，没事吧？你为何要隐藏身份？你有什么瞒着我们？没有啊，隐藏什么呀？你还狡辩！我早已发觉你有不妥，一直提防你。哇，你这么说话，荀军师，究竟什么事啊？你露出马脚，你说你是冀州人，但是对冀州的事务完全不清楚。哎，冀州那么大，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物吗？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说你去过邺城，你路过春风楼，但是春风楼是我胡扯的，邺城根本没有春风楼。当时我跟你聊冀州的事，你就顾左右而言他，我特地试探你。哎，那我记性不好，记错了有什么奇怪？要我找个冀州通出来跟你对峙吗？司马信，你和盘托出，便免受皮肉之苦。对，我不是冀州人，那是因为我是孤儿嘛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，我随便找个地方名好听的就当是了。别当我们是3岁孩儿了，你分明就是别有用心，想对丞相不利。不是啊，荀军师，他冤枉我。你的确刻意隐瞒，很难不令人怀疑。你的家乡甚至可能是东吴，你是东吴派过来的细作啊！你个司马懿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害我？我为丞相办事，谁对丞相弄虚作假，我都会挺身而出。哦，难怪韩良说你狼顾之相了，你是喜欢咬人的豺狼，阴险小人。韩军师，你看错我不要紧，你看错司马信，引荐了个奸细，恐怕大事不妙。司马信，你居然骗我！你说，究竟有何阴谋害丞相？是你把我抓来的，是你逼我做谋士的，我有什么阴谋啊？你别冤枉我。徐军师，看来他怎么都不肯说。但丞相向来疑人勿用，不能把他放在丞相身边，这么危险。来人，在，押他入监牢，听候丞相发落。喂，我没有害你们，我没有。仲达，干得好！要不是你，就没人能识破司马信。是我分内事，但是事态严重，荀军师一定要将此事向丞相报告。你立了功，我会的。走啊！放开我！走啊！你们为什么抓我？走，走！放手！三龙，于信大哥，他们也抓了你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们想干什么？是我连累你。走，别说了。于信大哥，小荣，于信大哥，走！放心，我会跟他们说，不关你的事，你会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喂，听见没有？不关三龙的事，放了他，放了他。司马信是奸细，我们有这个怀疑，会彻底查清楚。幸好我及时发现他的可疑，他危害不了丞相。当初你力荐他给本丞相，说他寂静是好帮手，到头来居然会这样。韩良一时大意，差点引狼入室，韩良知罪。我们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司马信？他暂时没坏过什么大事，查清楚再做打算。我记得他提出过停战，结果浪费我们不少时间。就是，他来了之后毫无建树，毫无贡献。要是他隐瞒身份是另有原因，那杀错人。哎，文若，你太妇人之仁了。不论他是不是奸细，既然对我们没有用处，不留也罢。一定要救桑柔，一定要救桑柔。怎么样才能救到他？干什么？走啊！喂，走啊！抓我去哪儿？走！抓我去哪儿？走啊！走！喂，走啊！走啊！我不是奸细，别杀错好人。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于信大哥，桑柔，怎么把他抓来啊？不关他的事，放了他，放了他。于信大哥，桑柔，你抓他来干什么呀？不关他的事。徐军师，你让我承认我是奸细吗？对，我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放了他，不关他的事。要想杀我，别杀我，杀我！静一点好不好？
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轮到你拿主意？新军师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丞相已经决定了。杀！于信大哥，桑柔，对不起，是天意的安排。是我害死你。是我害死你，是我害死你。先有周瑜打黄盖，黄盖来投诚；现在有周瑜冷落庞统，庞统又来投诚。我要向丞相献计。周瑜打黄盖，庞统献计，献连环计，火烧连环船。我想起来了，不能杀我，我有必胜之策，打赢赤壁之战是必胜之策。你再大吵大闹，我便将你五马分尸。你杀了我，就无必胜之策。住口！斩！住手！他还在狡辩，不必理他。行刑！斩！丞相最想听到的是必胜之策，荀军师应该很清楚。你真的有必胜之策？如果没有，我一定会死得更惨。好，我带你去见丞相。你居然相信他？司马欣，你说的若不是必胜之策，你会死得很悲惨。你找必胜之策也找了很久，快说。我想问，必胜之策是不是千金难求？当然。若是丞相听了之后觉得中听，我得到的报酬是不是应该比千金还要多？是。我不要千金，我要2样东西，希望丞相答应在先。你真是痴心妄想，居然还敢讨价还价！若是丞相听了之后觉得不中听，不止这2样东西，我相信我会死得更惨，对不对？你很聪明，你越不说，我就越想听。好，说你的条件。第一，我要在赤壁之战扬名天下，大战当日，我要上战场，立战功。为我办事的人而又能办事，我无任欢迎，功劳更加不会少你那份。第二，上战场的时候，我要带着桑柔姑娘在身边。铁血男儿带个女人上战场，成何体统？会被人耻笑。我不怕人笑，我经常头痛，只有桑柔姑娘能够为我按摩，减少痛楚。丞相，你知道，头痛起来真的很想死，还怎么打仗？你的要求未免太古怪了。古不古怪不重要，最重要丞相答不答应。你吊到我胃口，我答应你。你有100万雄师，算人数你赢定了。你唯一担心的是水仗不如人，士兵不守水性。若是在江上晕船，影响体力，手软脚软的，还怎么打仗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解决，但是解决不了。运来的什么香、什么姜、什么薄荷，有用吗？的确效力不大。铁链才有用。铁链，丞相，只要把所有战船用铁链连连相扣，战船就会很稳定。再在船上铺上木板，士兵就像在陆地行走一样。士兵不再晕船，个个有气有力，10个打1个，到时候孙权的什么东吴兵、西吴兵，全部败阵。你说，这个是不是必胜之策？这是绝妙的好办法，我从未这么想过。好，这艘连环船，果然是必胜之策。恭喜丞相！云信，你立了大功，那你放心，我会全力辅助你完成任务。找桑柔姑娘来见我干什么？本丞相也经常头痛，有时我真是痛不欲生。我想桑柔姑娘给我按摩按摩。好，手法真好，比起平时给我治疗头痛的所有医工都好。丞相，我没说错吧？可想而知，桑柔姑娘对我多重要了。桑柔姑娘对本丞相更加重要。来个对调，桑柔姑娘服侍我，我调派医工扶持你。丞相开了口，是你的荣幸，难道你还有异议吗？就这么决定。
丞相，这样不太好。我担心呢，义工帮你很管用，帮我未必有用。你知道了，按摩的手法因人而异嘛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未有人敢逆我意。我要他做婢女便做婢女，做姬妾便做姬妾，从未有人敢跟我争。我不敢跟丞相争，只不过呢，我一定要他帮我按，其他义工不适合我。你还说，丞相，丞相，司马谋士因为头痛难熬，不得不靠桑柔姑娘的治疗。要是丞相能够体谅司马谋士，他必定粉身相报，卖力为丞相献上必胜之策。文若认为我应该相让，不与臣争，乃人君之典范。我跟你开玩笑，我怎么会跟你争个婢女？啊，这是被丞相骗倒了。我深受头痛之苦，明白你的苦处，怎么会不体谅你呢？尤其是你，献我必胜之策，只会奖赏你。多谢丞相。义工说这瓶药酒很好，可以帮助消除疲劳。你今天帮曹操按摩那么久，手指头一定很累。多谢。我连累你已经很过意不去了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怎么会被人抓来这里，还差一点被砍头？还有啊，要不是我瞎掰什么按摩，你怎么会差一点做了曹操的婢女和姬妾呢？我知道你也不想。我是不想，不过经常闯了个大祸出来，连累到你，你认识我，真的很倒霉。怎么会呢？如果你没献上必胜之策，我就会被砍头。你连曹操都不怕，怎么都不让我做他的婢女？其实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没连累我，你别误会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能够保住性命最重要。依我看呢，赤壁之战越快打越好，在曹操身边越久越危险。你知道他有多好色了，他早晚会看上你的。还有啊，他喜怒无常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伴君如伴虎。要是明天打赤壁就好了。你说过赤壁之战，什么特定的环境就可以跑得掉？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哎，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，我稍后再向你解释。我呢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很多话想跟我说，说什么？我不方便在这里逗留太久，我稍后再跟你说啊。云信兄弟，今日由我来做东，叫我云信就行了。对呀，今时不比往日，我应该叫你云信兄。受不起，受得起，绝对受得起。你献上必胜之策，丞相对你刮目相看，礼遇有加。哎，我真的很羡慕啊。我运气好，否则的话早就被你砍了。我也知道是我不对，所以其实这顿呢，是向你赔罪的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对，我没顾那同袍兄弟之情，司马懿陷害你，我未能施以援手，还落井下石，说早就发觉我有问题。对不起啊，我力荐你给丞相，当时我要不那么说的话，我很难自保啊。也对，永远都是自己的小命重要。银信兄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懂。我身为军师，表面尊贵，其实风险很大，人头随时落地。唉，伴君如伴虎啊！不是啊，刘皇叔很仁厚啊，他没得天下。唉，如今这个丞相，总之要步步为营，最重要是保住自己的小命。正确，你也经常说，停一停，想一想吗？对了，云信兄，虽然丞相赏识你，你也要小心呐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决意与你一起处理连环船，就是怕你一时忘形，出了事也不知道。谢谢你啊，亏你说得出口，真不要脸。
我们两个好兄弟一起同心协力，你为主，我为副也无所谓，一起扬名立万，一起荣华富贵。荣华富贵当然好了。好，干杯！为我们美好的前途干杯！干杯！银杏兄，再来喝，再喝汤。为何到了今时今日，韩良还没出人头地，诸葛亮、周瑜都手握大权，甚至荀彧也受重用，我还要屈居于他人之下？为何人家是军师，我也是军师，差别会这么大？韩军师，我也觉得你怀才不遇。当然了，我的才智怎么会在他们之下？我比他们每一个都勤快，我每天只睡2个时辰啊，无时无刻不在想计策。看得出你很拼命啊，无时无刻不在动歪脑筋害人吗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能够做到心狠手辣，才是最好的军师。他们每一个比得上我。这句话最老实。来，先恭喜你，你一定会成功。干！干！干！我要祝丞相得天下，当皇帝，我当他的丞相，到时候我做主，你做副。对，多谢韩军师关照啊，多谢。到时候我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只要得罪过我的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诸葛亮、刘备、荀彧，个个都要。韩军师，韩军师，超毒蝎子！禀丞相，连环船所需铁链与木材已经准备就绪。兵将呢？已经齐集荆州候命。 7日内所有部署都会完成，粮草、兵器齐备，可以试师。比我预期早了10日。文若，干得好！多谢丞相。万事俱备。如今我们有一件事要决定：我们征战赤壁，谁留守在荆州稳定后方？谁在赤壁辅我亲征？韩良愿意前往赤壁辅助丞相。 丞相，我认为韩军师最适合。他与我负责监督连环船这个必胜之策，清楚了解运作的情况，一定能够辅助丞相大胜一仗。至于留守后方，就需要荀军师熟悉我军情况的人，才能够配合前线的调配。司马谋士与韩军师必定要在赤壁指挥连环船，才能够发挥到最好，各司其职。文若愿意留守后方。 好，就这么决定。韩军师司马信辅助本丞相亲征，文若重德留守荆州。领命。不用谢我，赤壁之战你们输定了。我送只蝎子上战场，人道毁灭。荀军师救过我，也救了桑柔，我怎么会让你上战场冒险呢？禀告主公，收到好消息，曹军的工匠连日赶工。 在制造铁链与木板，准备连环计战船。当真？看来庞统已经成功游说曹操接纳连环船之策。如今连环计成功了一半，现在轮到黄盖上场送火油给曹军。公瑾，你这次功劳最大，最要紧是东吴胜利，公瑾与有荣焉。周公瑾听命，在。本侯赐你帅旗剑印，统领大军，击杀曹贼。 谢主公。刚刚收到通知，周瑜他们东吴3日之后便会出兵，跟曹军在赤壁一决死战。太好了，能够终于上阵杀敌了。嘿，不用每日都做那些什么补给马车、运送粮草那些琐碎小事了。但是大哥，何事？吴侯的意思，我们只是在赤壁外围等候，有需要才协助攻坚。到了这个时候，
还要分得如此清楚？周瑜真自私，明知道我军的参与，加上2位将军骁勇善战，胜算一定大增，他只想独揽所有的功劳。卑鄙！哎，大家别动怒，大事为重，只要能够歼灭曹军，为汉室出一份力，就算从旁协助，也同样对得起天地，无愧于心。主公，孔明真是有愧，当初是我力主与东吴结盟，更一手促成，但是到头来落得如此投闲置散的地步，结盟不知是对是错。我们做的事可昭日月，历史自有公论，军师无需惭愧。根本，没了。酒有尽时，嘿嘿。今日我们3兄弟畅饮，不知何时再有此机会。大哥担心明日赤壁之战，战无必胜，由不得我不想大家的安危。我们会不会再见面呢？我们3个已经桃园结义，3个人根本就是分不开的。不错，我们说过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战死沙场，我们也在地府相见。不错，好。既然是好兄弟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一定会再相聚。也许下次我们相聚的时候，已经大败曹军，杀了曹操这个奸贼了。三弟说的对，但是不在这里畅饮。那在哪里？澡堂。我会重建澡堂，泡着泉水，大醉3日，不醒不休。好，大醉3日，不醒不休。哎，夫人，你醒了？我睡了很久啊。3个时辰了。刚才看你睡着了，不敢煎药，怕凉了。现在我去叫人。夫君，等一会儿，我想跟你说说话。华佗医师开的药方真的有效，看来夫人很快便可下床。真是多亏你在身边细心照顾，就算我睡着了，你也在这里陪我看书册。应该的，我可以从中学习西域文字，赶上夫人你。你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就跟奇异一样。西域书册记载的真是博大精深。这本书册上面的天文记载，详细记述了不同的气候变化现象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，茅塞顿开。你还为天文之象一写如此好的词语，夫君文采远胜于我。夫人很快便会有闲暇，与我一起钻研文章。赤壁必胜，匡扶汉室大业指日可待。届时夫君便可以与你一起归隐田园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娘，今日赤壁一战，
孩儿会为父亲完成他未了的心愿。你兄长的功业看来远不及你，是娘看错了。仲谋，娘以你为荣。夫君披了这件披风，真是英姿飒爽，一定战无不胜。等你凯旋归来，我会叫画师帮你画幅画像，放在厅中，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敬仰。你来安排。嗯。你无需再牵挂我，我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夫君，你全力去作战吧。列祖列宗在上，玄德矢志诛杀曹操，匡扶汉室，死而后已。我今日一定带你脱离险境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。本侯封周瑜为主帅，众将士如有违反主帅号令者，杀无赦。歼灭东吴，席卷江夏，战无不胜。本都督已经立了军令状，若不能战胜曹军，甘受军法处置，人头落地。东吴无敌，无胜不归。无胜不归！歼灭东吴，席卷江夏，战无不胜。无胜不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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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歼灭东吴，席卷江夏，战无不胜。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于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愛？誰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勇士歸去有來，戰物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現於